Hello， 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。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蒂德利特的奇境冒险。这款游戏的世界观、背景故事采用的是罗德岛的设定，那么它的玩法就是经典的恶魔城的玩法。开场的时候，女主在这个场景醒来，但是她不认识这个地方，所以咱们要开始探险。屏幕的左上角就是主人公的血量还有法力。最左上角那个01代表了它的级别，旁边是装备的武器和道具。下跳能够穿越平台，攻击跳跃，快速的后撤，比较舒服的操作。好，咱们捡到了一个棍子，这是这个小怪掉的。那它的攻击速度比较慢，但是攻击力呢稍高。武器道具一般有几个维度：攻击力、攻击速度，还有挥动的次数。好，咱们捡到了风之精灵。那风之精灵的作用是让咱们可以在空中漂浮，漂浮的高度可以调节，但是呢，它的最终高度取决于你脚下地面的高度。也就是说，有了这个精灵之后，你还需要二段跳才能上到很高的平台，因为它会利用地面的高度来限定你的地图的移动的范围。这也是恶魔城系列游戏惯用的套路了，需要捡到新的技能才可以达到新的区域。那咱们现在所在的是第一章，游戏一共应该是6章。女主看见了自己的应该是男朋友吧，跑过去了，想去追，结果被这个女人拦住了。这个女人表示呢，你把灵魂交给我，我就让你们在一块儿。这反派一般都要人的灵魂有什么用？我还是觉得身体更有用，有没有？这款游戏刚刚出试玩版本的时候，我就在关注了。最近终于有了完全的版本，它是分章节出的。第一章的话，大家按照我这个跑法就可以，有可能会错过一些道具啊，后面我会给大家补上的。这里呢是传送站，小鬼的枪啊，这把枪的攻击范围比较远。在水中，你的氧气会不断的往下走，后面应该会拿到水类似的相关的能力吧。好，这个地方呢是一个存档点，并且呢还可以给你全恢复。只要玩过恶魔城的玩家，我说这些应该都能理解。先往右边走，咱们有了风精灵，这是火精灵。那火精灵的名字叫做沙罗曼蛇。好的，装备着火精灵可以打爆这种火药桶，并且呢，你在风精灵、火精灵之间切换。你造成的攻击也是不一样的属性的，那有些怪呢是免疫一些属性的。这个操作起来其实真的比较舒服。那这个制作组呢，之前也制作了《东方月神夜》，我之前也录制过，也是一款不错的游戏。但是本作看起来是有了前作的经验。制作的更加的好。攻打这个东西呢，它会蹦出来一些灵力，那你吸取了相应属性的灵力，可以升级你的精灵等级。拿到了弓，弓是一个远程攻击的手段，但是其实它最大的作用是解谜啊，后面会大量的用到。我风精灵已经集满了啊，下面集这个火精灵。好，火精灵也3级。那精灵草满了之后呢，它会存在中间的灵力球里边。这个灵力球呢，如果你掉血了，可以给你回血的，并且精灵等级高的话，你的攻击力也高，附加的属性伤害也高。这是第2个传送站。但是啊，当你受到伤害之后，你所装备的精灵等级就会下降。
所以尽量还是要避免被打。往这边走吧，这边有一串的弓箭的解谜。弓箭的解谜有一个基本原则，就是如果墙壁上镶嵌了金属的话，它会反弹你的弓箭；如果是实质的墙壁，那箭射进去就拿不出来了。看一下，在这儿啊，来一箭，射偏了，这啊太紧了。好，这次命中靶心。这个地方有一个解谜。我给大家鬼畜一下吧，因为这个地方要原地蹦50次，我只能把视频加速了50次啊！这个不说的话谁能知道啊？好，碎块之剑啊，这把剑不错，攻击力很高，攻击力应该是28。那装备着相应属性的精灵，你可以避免一些属性伤害，在一些解谜的场景，甚至 BOSS 场景都非常有用。BOSS 比如说用风精灵打你的时候啊，你就切换风精灵。好，拿到了光精灵的魔法，大家演示一下光精灵的魔法。这个光球应该是跟踪的，但是其实单发的攻击力不高。哦，在这里又有剧情，碰到了一个类似于法师的角色。他问咱们想不想知道问题的答案？如果是你，肯定会明白的吧？然后就走了。哇，这种角色话说一半，真的特别讨厌啊！我真的想掐死他。又升级了，3级现在。游戏当中有大量的 BOSS 战。这里左面那个入口是一把枪。这边我来的时候我没拿，打完 BOSS 给大家补一下吧。那把枪的属性一般，因为咱们现在这把碎块之剑属性还是比较优秀的。这里跳不上去，还是需要风精灵的能力，能跳得稍高一点。好，传送站，传送站，如果你想使用的话，你必须提前把它探出来。这也是为什么刚刚我在地图的西边探索的时候，先把这个传送站捡了。这里是商店，咱们现在有136块钱，136什么都买不起，你买不了吃亏，也买不了上当，你什么都买不了啊！看最便宜的一瓶治疗药水还150呢。好，把这些东西卖一卖啊。把碎块之剑留着，另外这把弓留着。行了，走人吧，不要自取其辱了。270块钱，捡到了一把小鬼的枪。本作要是想刷钱的话，就刷道具呗。这个龙人应该是免疫一个属性伤害的。我估计游戏的后期会有大量这样的怪。哇，这按台球来说，这是几酷啊！好的，捡到了一个血量最大值上升10，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，升级的话是不涨血量最大值和法力最大值的。我估计都需要捡这种道具来进行提升。那升级有什么用呢？升级会增加人物的攻防啊，还是有用，对打 BOSS 啊攻关过程还是有帮助的。这里有一个隐藏，这种隐藏还是挺明显的，就是它墙壁是裂开的。又一个魔法，好，咱们切换一下，用一发。是我想起了北欧女神的有一招叫天国星坠，感觉和这个差不多。鹰身女妖啊，这个怪我喜欢打呀。哦，这有一把弓，把它捡了。
保释弓，看一下。哦，攻击力稍高一点，这个其实无所谓。哦，被喷了一口，那我的风精灵的等级就下降了1。看啊，我用火精灵的属性打它没有用啊，免疫。咱们装备火精灵的时候积攒的精灵条就是风精灵的，反之呢，装备风精灵的时候积攒的精灵条就是火精灵的，这俩是相反。又升级。应该离第一场 BOSS 战不远了吧？咱们已经10分钟没有见到 BOSS 了，但是道具和精灵捡了不少啊！这里又有一个隐藏，存档点。好，把魔法加满了，魔法现在最大值还是100点。纹身鬼啊，这个怪一看就是个精英怪。血真的厚啊，怎么砍感觉继续啊继续。我们现在来见他好像有一点早，碰了我一下，碰一下好疼啊，24滴血，1/4就没有了。这个地方现在上不去。一个红色的瓶子，那它加的是法力最大值。哎，这个游戏有趣啊，它是蓝瓶加的是血量啊，红瓶加的是法力。这个和我的认知相反。一般来说是相反的。手里的剑的攻击角度还是挺丰富的，可以45度，也可以90度。啊，火精灵的又满了。哦，这个我需要出去。这个一箭应该怎么射呢？跳起来射。哎，差一点这里啊，差一点。这样不行，这样肯定是不行。看这已经极限了，来吧，还是需要再靠着墙。哈哈，终于射下来了。我的状态已经不满了，BOSS 战之前应该会有存档点的。这款游戏，如果你是银河战士系列的玩家，或者是恶魔城系列的玩家，我感觉还是不能错过的。好，在这补一下精灵等级啊，前方就是第一场 BOSS 战。你看 BOSS 的场地这里氛围不断的在往出溢出灵力，后边的场景贴图啊，好多层。这是一条水龙，来吧。它有几种攻击方式，这是第一种，吐水。第二种呢是吐这种属性的灵力，咱们需要切换相应的才能够通过来。第三种方式呢是飞扑，第四种是在地面的扑你，咱们需要浮空，因为它时间比较长。这是第5种攻击方式。好了，一个循环，继续吐。这个 BOSS 毕竟是第一个 BOSS， 还是比较好上手。捡到了一个魂之水晶球啊，用途不明，估计是一个剧情道具。飘过去，这里要调整一下高度。拟门怪，想起了勇者斗龙系列的宝箱怪。这个拟门怪呢，它是把自己装成了一个门。哦，这个东西比较重要啊，这个要拿，再高一点。好，这是滑铲，滑铲是神技啊，普通人有了滑铲都能打赢老虎。有一些比较窄的地方，咱们就可以通过了。一把斧枪，哦，斧枪的攻击力才21，不成啊！这个绳子的设定用剑砍不成，只能
只能用弓箭来射。左下角的那个黄金锁的门，咱们现在过不去啊。好了，有滑铲了，咱们去有滑铲的那个地方通过。这滑铲这个能力还需要学，不可思议啊！蹲着走不会吗？好，就是这里，很窄啊。铲过来了，切属性。被撞到是要掉血的，存档点。木乃伊的话，它是免疫风精灵的属性的，你需要用火精灵来打。有些怪你遇到一次之后就记住了，需要用什么属性来打它。普通冒险的过程当中，还是使用这种攻击力高的武器，它哪怕挥动的慢一点也没关系，让清理怪来比较有效率。这个兵叫龙牙兵，其实就是骷髅兵呗。刚刚右边那个通道我没过去啊，那里边应该是需要2段跳的，和第1章的剧情没什么大关系啊。解谜，这真的需要射得准一点。存档点，前方 BOSS 战。这终于出现一个人形怪的 BOSS 战了。哦，也是一个小改改。攻击方式：飞刀攻击、鞭子、追砍。哦，他血量掉的实在是太快了啊！我赶紧切火属性。来了一招天女散花呀！打完，哦，咱们9级了，这几级什么时候升的？这个货是个小偷啊！我说作战能力不强，把那个魂之水晶球给咱们偷走了。那这样第1章的剧情方面就结束了。咱们回头到这个位置啊，有一把枪落下了，咱们去捡一下吧。也是一个解谜，这把枪的属性一般。一会儿可以看一下。那好吧，这样一款蒂德利特的奇境冒险第1章就给大家录制到这儿。看一下播放情况，播放情况好的话呢，会给大家带来后续的。感谢大家收看吧，咱们下期再见。